盆景能玩多久，除了由它的树种特征确定，还要对它进行精心的养护，以延长它的寿命。这一盆是云南火鸡，玩了有点年头。原本是一盆比较健壮的盆景，经历了虫害冰冻，奄奄一息。6年前把这些枯枝烂叶全部剪掉，把它干的腐烂部分清理干净，对它进行重新蓄养，现在已基本恢复生机。云南火鸡的叶小，果呈黄色，枝条的生长比较慢，与大叶火鸡一样，枝条呈直立生长。在培养过程中，除了蓄养的组织，对这些侧枝要随时进行修剪调整。对火鸡盆景不能放任生长，每年在开春前对这些枝条要进行适当的盘扎整形，保持它的既定造型。如果等这些枝条长出完全木质化，再对它进行调整就比较费事。在这个时候盘扎是比较好的，枝条中的所含水分比较少，不容易折断。另一个重要原因，火鸡从每年的4月开花到光果差不多有10个月的时间，在开花结果期再对它进行盘扎整形显然不合适。在开花结果期，一般只进行以修剪为主的整形。火鸡开花结果比较容易，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。到每年4月开花的时候，就开始对它进行施肥。施肥还是老办法，采用薄肥轻施，每10天半个月结合浇水进行一次。火鸡喜肥，但火鸡忌生肥和笼肥。养好火鸡要充分了解它的属性，火鸡盆景要放在全日照的环境下养护。采光和通风不好，结果少或者是不结果，而且很容易遭受病虫害。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火鸡在养护中不能积水，尤其是不能缺水。火鸡缺水一般就会产生失枝，严重时是整树枯萎。在火鸡盆景叶开始出现下垂时，就要检查它是缺水还是积水。如果出现积水，沿盆四周用小木棍戳洞，要戳到底。用这种方法改善土的透气性，以缓解它的烂根。出现缺水时，先要对枝叶进行喷水，缓和一下，再分几次对盆土进行补水。不要一次性浇大水，那样只会加快它的枯萎。这种补救的方法不仅适合火鸡，对大多数盆景在缺水状态下都是十分有效的。修剪调整完成，要对树干刷上石榴合剂，这是用精壮的石榴合剂调好的抹液，浓度比较高，使用中要兑水稀释。兑水的比例不好把握，这里有一种简单的兑水稀释办法，把它调成淡黄色就可以。整个树干要刷2遍，这样可以有效的清除树体上的虫卵，阻止树干的腐烂。像这种腐烂部分，每年至少要刷2到3次。这种腐烂的地方容易滋生霉菌，处理不及时就会加重腐烂，缩短盆景的寿命。最后在土表面撒上硫酸亚铁。火鸡像大多数喜欢酸性的树种一样，要视生长期枝叶的反应对它进行酸性补充。把盆景玩好都是从这些细节中积累的，把经验分享给大家，或许避免少走点弯路。喜欢视频请给长江龙沙点个赞，或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建议。感谢您的关注，下期见。